雀尾螳螂虾的锤子能轻松打碎蚬子壳的存在。前段时间蓝环章鱼卵孵化失败，令我意犹未尽，所以我又搞了一对雀尾螳螂虾，准备抱一窝卵，继续当奶妈。这对螳螂虾已经在鱼场稳定合笼超过半个月。这玩意儿的特点是，只要不互相打死，它指定配对就能成。它这个母虾身强力壮，一看就好生养。再看这个公虾，那是雄赳赳强啊！那个这嘎达仰泳啊！哎呀，不管咋样，咱先入缸。螳螂虾这个玩意儿我了解，身披铠甲的它，内在的生命力那更是如同钢铁铸一般。看嘛，这钢铁一般的意思，死了那个腰板都挺的铿硬铿硬的。私下也利用一下吧，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螳螂虾这个拳头到底有多硬。蚬子壳的硬度都知道吧？来，先上活虾，就砸3拳，砸完必须还我啊！这蚬子都泡过科技的，人煮熟吃没事，你哥肯定不行。好，1拳、2拳、3拳，好，还我吧，给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的选手在疯狂出拳。这几下给我手震麻了，换个短夹子。我跟你说，我要给你买个老公，你再打不给你了啊！哎，乖，3拳直接砸碎。这就是螳螂虾的祖先用了数千万年进化出的最强物理攻击的武器，再用这个死虾的武器 PK 一下人类在4500年前稳定掌握炼铁技术打造出来的武器。这种呆傻的孩子长得都一样。崩许愿池那边去了啊！同为地球上的物种，结果非常明显，碎成渣了。几千万年的进化被人类的智慧轻易给碾碎。更可怕的是，这玩意儿在人类的武器库里只能垫底，天花板级别的武器威力甚至可以毁天灭地。所以那帮为了一己私利打破和平，把这些毁天灭地的武器到处乱扔的人，才是这个地球上最应该消灭的病毒。之后，我按照约定又给他买了一条，但这回卖家都没装罐头瓶，这入缸拿这个小网不够大啊。家里那么些渔网，一到用就找不着，就没有什么能替代的吗？来，乖不要动啊，有点味儿是正常的。冷水里面你随便洗澡。哎呀，不是你媳妇前2天给我弹的手麻刚好，你又弹，他们2口子一个德行。行，这只我亲测过了啊，强壮无比，绝对不会出现养着养着突然就仰泳，然后就死。但不赖我啊，这死亡现场搁这摆着呢，就1宿的时间，这很明显活活被那母的给打死的。大姐，你不喜欢也不用打死吧？这一个公虾花了我半个月零花钱，你就别打了呗，我那个手麻就好不了了是吗？死了就走老规矩吧，你们投票。这只公虾的锤子硬度，你们想怎么测试？新到了个海鱼盲盒，这箱鱼是在零下10多度的天气下运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都冻成冰坨子了。这我还猜吗？我猜了试试。把保暖做的还不错，虽然有点凉，但里面还是水。第一袋鱼是慢鲷，这玩意儿不错，这个会变色还挺好玩的，而且这个名字就很草率，因为它既像鳗鱼又像鲷鱼，干脆就起了个慢鲷属。开箱就是慢鲷，这后头的物种不得慢鲷 again。没事，咱们再来看第3袋啊，这一袋连个水都没有，指定不是慢鲷。这个是变异馒头蟹。这个真是老朋友了啊！之前我养过一只，活着的时候特别好玩，死了之后给我难受的，我还特意拿开水给它胀了一下子。第4包有水的，这个感觉应该是，我他妈就知道，这卖家捅慢鲷我了吧？第4袋里面水很少，变异馒头蟹加1，这个樱花粉我感觉比刚才那个好看。这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小章鱼，最后一袋水挺多的，这要再是个慢鲷，我高低给它鱼上拉黑了，完蛋。这包装一瞅就是个章鱼，章鱼运输的时候吐沫必死。被我说中了吧？而且这章鱼脑袋上这条纹，我怎么瞅怎么眼熟。这个品种我好像养过。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吧，根本不懂。这哥们咋想的？给我装条椰子章鱼。上回养完之后我清创2个月才好，现在我瞅着椰子章鱼我都嘚瑟。这不能也是椰子章鱼吧？我去，这色儿。霞红，妈，霞红章鱼这玩意儿长得太像椰子章鱼了，但它这情况不咋乐观啊，断了个爪子。这种情况一般是章鱼自身压力过大，然后它会自残，自己啃自己爪子。这种章鱼一般不太好养活，赶紧把灯关了。黑暗环境下静养能有效减少它的压力。而且它现在不是最辣手的，最辣手的现在是它慢鲷 3。兄弟起来，别睡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干点啥？我应该人工呼吸。这嘴唇有点下不去嘴呀，我算了，来我家一回我得对他负责呀。兄弟，这么点，我去刷个牙，完了你等我回来，你好了，谢谢兄弟理解啊，你这放过我也放过你了，你这下子。我叫王小怪，养2只蝎子粑粑独一份的鼠，一只人工奶大到了断奶龄却不断奶的袋鼠钢镚，一只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跟胡蒙村养的土拨鼠板牙。2个不同类的鼠字辈动物居然在同一时间给我气崩溃了。
首先是钢镚儿，每天定时喂4遍奶，试过多种方式依旧不断奶。听动物园的一个前辈说，小袋鼠断奶喜欢吃仙草，零下10多度的天，我上哪给它整仙草去？于是我就买了草籽自己种，这个就是号称食草类动物最爱吃的提莫西草，也就是狗尾巴草。然后我买了40斤蚯蚓肥土，种了2000个草籽下去，每天浇水1个月之后就发2个芽，还都死了。对不起，我没想到我连狗尾巴草都养不活。看来钢镚是断奶无望了。钢镚那边其实还好，只是不断奶而已。但是土拨鼠那边有可能会造成狐獴断子绝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最近我观察土拨鼠和狐獴，发现以下反常行为：第一，狐獴站岗它睡觉；第二，狐獴睡觉必须围着它睡；第三，食物必须它先吃，狐獴赶抢上去就咬。综上所述，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可怕的猜测：狐獴是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明确的母系群居类动物，组成结构由一个强壮的雌性作为女王统治，只有一只雄性拥有繁育权，其他的雄性和雌性都是保姆、保镖和哨兵。我观察我家这个种群没有明显出现女王行为的狐獴，而土拨鼠偏偏是个母的，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是认这个土拨鼠为女王了。但问题是，整个种群只有女王有繁育权呐。现在情况就是想繁育，要么他们打破这个生殖隔离，搞个土拨盟出来，要么就断子绝孙。我真的好累。时代兵别繁殖了，到时候繁殖出来的崽子又像这个袋鼠似的，到年龄不断奶。我是当完月嫂我还得当奶妈？吃草了？这不断奶了吗？感谢钢镚成全，再见了，彩粉，再见了，奶姐，再见了，一天未吃遍奶的生活。小袋鼠从第一次吃草算起来得大半年才能完全断奶呢，我就这命了。我叫王小怪，养了一只发育停滞的袋鼠，不仅在该断奶的年纪没有断奶，甚至它还不会跳。这个行为甚至一度让很多粉丝认为它就是个大灰耗子。身为一个宠物博主，我拿人格担保啊，这真的是个袋鼠，不是大灰耗子。你们瞅这脸，这耳朵，这牙，哪里长得像大？我刚才拿人格担保那句话能不能收回？就在我内心已经接受它是一个因为发育停滞而不会跳的大灰耗子的时候，监控下的一幕却又让我世界观彻底变。当时我喂钢镚吃完奶之后，把它放地下溜达，接着我就去喂的狐獴和浣熊，然后我抓了一把干草喂土拨鼠，又捞了一条泥鳅喂电鳗，然后抱着胳膊我欣赏了一会儿，欣赏完之后我突然发现袋鼠没了，然后我就开始找，一直找，360度旋风无死角的找，就是找不着。然后我突然意识到监控的存在，就打开了监控，看见了这一幕。哎，你不是不会蹦吗？我说，当我面装秀，你背后蹦的挺欢呐。哎，有能耐当我面蹦。这么熟练吗？有一种老父亲看着孩子学会走路的感觉。另外，上一个视频我给袋鼠种的仙草彻底发芽失败，还有粉丝说发的芽根本就不是提莫西草，于是我又重新买了提莫西草、紫花苜蓿和黑麦草的种子。这回咱们换浅种法。卖我土的大姐真实惠啊！蚯蚓肥土里真的有蚯蚓哎！这次我听取粉丝的意见，在草籽上面薄薄的撒一层土，然后坐等发芽。这回要是再种失败，刚才土里那蚯蚓抠出来我吃了。我说的。我今天要为蓝环章鱼证明，提到章鱼，所有人第一反应永远是这玩意儿智商高或者好吃，但提到蓝环章鱼，大家的第一反应永远是这玩意儿有剧毒，反倒是智商高这种基础属性被忽略了。它也是章鱼啊，它不配吗？所以说，就这玩意儿其实是一个高智商的剧毒携带者。没出来吧？我感觉有点瘆得慌。本来我还拿它当傻子呢，结果昨天为了个词儿，直接给我看的浑身发毛。正常蓝环章鱼捕食那是上去就罩住，罩完就吸住，吸完就咬住，咬完就放肚。但这只爆炸头蓝环不一样，螃蟹在靠近过程中有那么一瞬间它闪了蓝圈，说明它想进攻，但是螃蟹钻缝了。而它的第一反应是慢慢悠悠的游进了山洞，然后在一瞬间就把另一只蓝环章鱼从山洞里赶了出来。此时的螃蟹还在快快乐乐的吃着昨天蓝环章鱼吃剩的有可能是他大表哥的物体。然后爆炸头蓝环就悄悄的来到了山洞的左侧，并且一点一点缓慢的爬上了山洞。看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跟我当时一样，已经脑子里面有个预判了？他接下来的动作就验证了我们的想法，先绕到石头顶部，然后在双方没有对方视野的情况下，把螃蟹赶出山洞，迅速抓住螃蟹，结束了这场完美的偷袭。每一步都带有目的性，甚至他还记住了螃蟹的位置。身为一个宠物达人，能把这场精彩的战斗完整的拍下来，我是何其的幸运。但问题是，拍完这条视频之后，关完灯他咋老瞅我呢？他以前不这样啊！我去，这玩意儿能扛住螳螂侠2人？今天才海鱼盲盒。别人家的宠物运输过程中，那都给划到宠物专送里头。我家的宠物海鲜，海鲜就海鲜吧。我养这玩意儿确实是很多南方沿海城市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没说你哦，你不配。让我们打开第一袋，看看里面是馒头蟹。
作为一个海鲜爱好者，这个玩意儿的钳子巨好吃；但作为一个宠物爱好者，这个玩意儿最好玩的技能是 Lonely, I'm Mr. Lonely. 让我们再打开第二袋，看看里边是 I have nobody for my. 第3袋。这螃蟹是变异了？那什么水不说2年才能过来吗？整误会了啊！这种螃蟹是一个深海品种，第4袋也是这玩意儿。深海的品种长得确实是有一股子不管人死活的随心所欲。第6袋的东西我没看明白，这是个水母还是个太岁呀？第7袋跟它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好像死了。臭了！不怪这和尚变海鲜了，确实一股海鲜市场味儿。所有螃蟹通通放寄居蟹缸里养，但这个水母太岁扔哪个缸里都得被吃啊！哎，等会儿扔螳螂虾缸里可以。首先，螳螂虾是吃甲壳类动物，不吃这玩意儿。其次，虽然螳螂虾的拳头真的很硬，但是打这玩意儿不就相当于铁锤砸棉花吗？正所谓以柔克刚，以卵击石，以身相许，以绝后患。反正就以我的智商，这事儿肯定就不能估算错误。你这疼了吗？你这反射弧有点长啊。那啥，我刚才仔仔细细的观察过，它真的没有任何能让它疼的伤口，这应该就是它受到惊吓之后的一种逃生手段，要不然它那个尾巴为什么要长成桨形的呢？可算落地了，你们自己看，真的一点伤口都没有。所以说这到底是个啥呢？生活在海里，长2个脚，有点像蜗牛，难道是？你的黑狗牛！野生大橘搁外头毛发都光鲜亮丽，你们天天吹着30度的空调自暴自弃，那毛都干粘了还 wink 呢？还有你俩这身上，哎，鲜灵，必须带你们体验一下东北洗浴。你好，那个我之前那个边牧拿您家洗过澡，问一下你家接不接给异宠洗澡的活？浣熊、狐獴、土拨鼠。为什么没操作过？咱没把你这玩意儿呢？没操作过呀？我加点钱呢，我搞定。老板被我诚心打动了，都没同意加钱。今儿外头零下10度，可别把这帮土都冻着了。出发前把车的座椅加热上，空调30度开上，这一键备车帮老大忙了。这室外太冷了，还好不用跑外边充电去啊。领跑411增强版真的很适合东北的冬天，相比那种纯电车也没有续航焦虑，满油满电能跑1200公里，根本不用怕被撂在弯道上。到站了啊！浣熊搁里头有点坐立不安，完了吧？给旁边的狗看懵了。第一次瞅到航空箱自己搁那雇佣。开始洗澡了啊！必须得摁着脖梗子给它洗，要不然这个玩意儿一旦封起来，它容易把垫给拆。你把那沐浴露撒开，那是隔壁狗的。撒手！傻老爷们好全没摁住，隔壁那狗都不敢往这边瞅。你老实一会儿啊，我去看看狐獴和土拨鼠，我感觉那边也非常的需要啊。他俩不需要，今天我就盯你。浣熊有肛门线吗？我去，真有！哎呀，服务真好，下回还带你聊，洗澡还带挤肛门线。可算洗完了，场面过于暴力，导致旁边那个狗已经吓得不行了。你看，主人都不让往这看了。回家了，你看这洗完多好，说这屁股都大了一圈。哎，等洗完澡不用洗澡。哎，那是半分埋汰，别碰别碰！哎，那个不能踩，那过滤棉老脏了。你给我出来了！你那爪子不想要，你剁了它！你白洗了。In the night,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ee you shine. It's your golden. 我前2天倒的那个海公牛啊，它有可能是个海母，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我就发现了这么个场面。我分析啊，小几率是产卵，大几率应该是拉了一个首尾相扣、螺旋闭环超边死。今儿再拆一个海鱼盲盒，这回这箱子专业啊，头一回没给我划到海鲜这个分类里去。由此可见，这回里头装的一定是正宗海水观赏鱼。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打开袋来瞅一瞅。章鱼。没事儿，咱们再来开第2袋。既然它箱子上面写的是鱼苗专用箱，那里头一定又是章鱼。不是，这商家是不知道我对章鱼的要求有多高吗？不带蓝圈的根本就不想养啊！500块钱，3个包，2个章鱼，这最后一个要再是章鱼，我就漂亮。我数着1、2、3、1、2、3。兄弟不行，以后你给我发货还拿海鲜箱呢。就你今天发这仨玩意儿，我感觉都对不起和尚那几个字儿。你看。妈呀，真有个你看，这下500块钱回本了啊！关键养哪呢？这个缸是空的，但我记得里面好像有几个蓝环章鱼。这蓝环太懂事了。
知道要来新宇了，提前2天去死给人家当地吧。死的那个不是高智商这只啊，高智商这个让我拎出来弹药了，以他的智商跟别的章鱼玩不到一块儿去。但是你们3个一定要带着那份蓝环章鱼的希望，在他的家里面快乐坚强的活下去。但是晚上的时候，你要是看着蓝环章鱼朝你们笑招手啊啥的，你别搭咕他啊。这刚最近容易犯这毛病。我叫王小怪，自打我养了这只袋鼠以来，所有人都期待它长大然后。那我就满足你们。格斗这玩意儿得从小抓呀，正好钢镚最近展现出了超强的格斗天赋，我这个家长今天就做一回格斗教练。首先是教育时间，正题是袋鼠最有效的攻击手段。练功不练腿，好比婚后不亲嘴；练腿不练腰，好比切肉不菜刀。是不是都没听过袋鼠的叫声？让你们开开耳界。这孩子练不乐意了。然后是营养的补充，优质的碳水加高强度的训练能让你快速增强肌肉。别学隔壁那个电鳗，天天吃些垃圾食品，有点水流，那脸上的肉都菜呀。正好我种的黑麦草长出来了，你尝尝咸淡，真的，一吃一个不吱声。这玩意儿我觉得能活不？最后那必须是实战教学，先吃个我在抖音上称双蛋好里脊刚入的可以有手撕猪肉条补充体力，高蛋白扛饿还好吃，吃饱了再跟他比划。现在食指向左滑还可以召唤抖音商城的好运礼盒，点击礼盒进入商城还有机会1分钱抢100心愿大礼包，百草味新年礼盒、戴森耳机等超多好玩心动的大牌好礼，更有抖音商城千万购物红包及优惠券，领完红包再下单真的超值，你们也试试。为师现在就教你格斗技巧。一位姓李的伟大武者曾说过：“抛弃所有套路，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所以功夫是老人犯规啊！所以功夫似水，应无形式，水清杯中变为杯的一部分，水清樽里变成樽的一部分。击之则反剑，最软的东西是不惧击打的。是我千金，出师了吗？这不。”给你找个对手实战一下啊！就选我们家战斗力最弱的土拨鼠。去吧，徒儿，想想我们的训练成果，今天不给他打趴下就不算完。当玩意儿，你让个耗子追着满屋跑，以后都是别说是我徒弟。张嘴了！妈呀！干嘛这么说？徒弟啊，你过来救一下没死啊！我家这个异宠地下室真正的头子，今天终于要回来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老丈人花了6万块钱买的那条边牧，经过了训犬学校长达2个月的特训，今天终于学成归来。我们现在就去接狗。Coconut， my coconut， 阿亮，他这俩月搁这表现咋样？表现可好了，你看天天帮我装修，这信号老化了，直接帮我拆了。天天拱着笼子，挨个去问候一遍，然后呢还抢人家东西。这兔子就他的，除了他那个面盆是他自己，剩下没有一样是他自己的。给周围的这些小伙伴造成多大伤害？我这是别的部长的一个投诉。我跟你讲，今天没有5000块钱，你出不了那点活。兄弟们，我出来了啊！检验一下教学成果，完了把家拉了。回去时候走频道吧，走不起了。然后老师就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服从教学成果，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他对其他动物的掌控能力，也就是让他遛其他动物。但是看到教学成果的我非常失望，因为这种力度根本摆弄不了浣熊和狐獴。速度和那个劲头，我感觉遛浣熊的话运动量不太够，要不那扔人再给我多训一阵啥的。这还不够，你这么整，我把他死对头给牵出来，你看看效果。一个训狗学校怎么还会有死对头的事儿呢？这条狗据说在学校经常欺负奥利奥，但是每次当奥利奥咬住他脖子上绳索的那一刻，就会……不是他遛这个狗的时候遛的这么激情吗？他俩多少带点仇，看出来他俩有仇了。不是照死里遛他呀！以后要把浣熊这么遛人。看完教学成果的我非常坚信奥利奥绝对有能力担任我的地下室异宠主管。拥有一只如此有想法和活力的边牧，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小舅子学什么专业的？电器啊。那你肯定很会干瓦匠活吧？啊，固定狗笼子这活就交给你了啊。姐夫这好像是木匠活。木头搁哪呢？别管，只要涉及到这个标准单位的，就是木匠。然后我们就把狗栅栏从里到外的加固了一遍，所有连接处都用铁丝和炸弹牢牢的绑紧，4个角则是利用8个墙壁挂钩和铁丝，根据反作用力把栅栏牢牢的禁锢在地面上。这回你要是还能把它拱变形了，以后你睡床，我小舅子睡狗窝。今天我家这个异宠地下室的动物管理员正式上岗，在场的都是老员工啊，也都为我们团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我知道本次有新人空降管理层这事儿你们都有意见，但是不服气不行。人家祖上80代都是做管理的，特别还是高等学府的应届毕业生。现如今工作能力，咱们还是得建立在学历之上的啊。你在学校你学的就这玩意儿吗？
唯我帮你力挽呢，能不能镇得住他们就看你自己了。你的任务很简单啊，每天我会随机把动物放出来，你就利用你牧羊犬的本性，把这些有野性的玩意儿给我牧的服服帖帖就完事儿。特别是蟹黄面这个挠我害我打了5针狂犬疫苗的黄毛啊，到时候你就给我照死里牧它。另外，这个袋鼠是我从小奶大的心头肉，你日后牧它的时候切记要温柔，万不能伤。我怎么感觉刚不想踢它呢？开始干活。面前的这个狐獴群里最凶最恶的存在，迄今为止咬过我3口。去告诉他，这个房子的产权是谁的？搁这儿呢，奥利奥啊！你别摘你那个嘴套了，你摘不下来。你边牧是聪明啊，不是你下不2下得了，你别真咬啊！哎，他好像真有撇啊！我太喜欢这种人仗狗势的感觉了，就像《梦幻西游》手游全新迭代的九转天阶 3.0 版本，加入流派玩法的召唤灵战力翻倍。我的梦幻宠物新赛季零成本投入却躺着变强。奥利奥，你好好学着点，人家可带我上王者了呢。过来，奥利奥，我让你先见识一下最终 BOSS， 他可是最恐怖的存在。不要被他愚蠢的行为所诱导。浣熊精力之旺盛，拆家之强大，不输于2哈配上阿拉斯加，这将是你日后最大的员工之间不允许谈恋爱啊！别瞅狐獴，人家娶妻生子那都能给公司创收。我叫王小怪，有粉丝要送我一种号称能跟电鳗混养的鱼。问题是啥鱼能跟这种轻易电晕一个成年人的水中高压线混养啊？我估计啊，应该是那种游速特别快、电鳗抓不着、电不到的上层小鱼。来了。这么大一箱，这是送了我一群呐！哎，要说咱家粉丝是真有志啊，送我这么贵重的礼。鲱鱼，我看到网上有电鳗混养鲱鱼的，你也混一下给我看呗，别客气啊。那啥，确实有很多鱼友是拿电鳗混鲱鱼没事儿，但问题是那是小个体的，这么大个电鳗，但这鲱鱼体型也不小啊！而且这玩意儿据说还是地球上最扛活的鱼，在非洲被砌到泥砖里晒干盖成房子，大半年之后都是因为下场雨又钻出来回到河里的存在。哎呀，来都来了，混一下试试吧。先给电鳗放电，但我觉得光凭这俩泥就想把它的电全放出来，肯定是不可能的。这多好，在绝缘手套的保护下，用渔网触碰它，让它疯狂的放电，这样鲱鱼进缸的时候就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攻击。后续电鳗适应了鲱鱼的存在，就不会主动放电了。妈呀，给泥鳅忘了，不好意思啊，兄弟，我刚才先捞你好了。兄弟们呐，戴手套也不安全呐。我刚才这拿手机，我一摘手套掉了，你看这手指头像被烫了似的，可能导电这个玩意儿发热了，它再电2下，这不就透了吗？你干嘛呢？有病吧？整天放着好日子过就作死呗！我告诉你，你哪天要是真被电死了，我立马就改嫁，带着所有动物都当我嫁妆。电我帮你放完了，但是你刚进去，我估计他得滋儿动你2下，你先挺住这一波，之后应该就好。人家都没电呢，你去摸人尾巴干啥呀？哎呀，你看你这摸急眼了不的？你哎呦！1个小时后，彻底不电了啊！要么是稳了，要么是电鳗没有电了。你这么的，你睡一宿觉起来，你看看他第2天还电你不？要是还电。你等3天之后，我那个专业级电工手套到了，我再给你捞出来啊！那胶皮手套我是不敢用的。我叫王小怪，放到电鳗缸里的鲱鱼没被电死，而且我媳妇儿不仅没跟我离婚，还怕我出意外，特意给我买了巨额保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养电鳗这种高危险的宠物？其实我一直在研究生物技能如何运用于生活化的课题，就比如之前失败的电鳗发电实验，还有利用馒头蟹过水技能实现无抽水泵的鱼缸换水工程。后来因为胳膊穿了去光水，但是最近我发现浣熊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习惯，所有食物经过它手，只要旁边有水啊，必须反复清洗干净，然后再吃。终于让我看着软肋了啊！今天必须报你害我打了5针狂犬疫苗之仇。棉花糖遇水计划，浣熊会发现这玩意儿洗着就没了，我很期待它在水里找棉花糖的着急呀！你这回不洗呀？我好像傻，有这技能我居然拿来普通它。好好洗啊，别干搓，拿这个肥皂抹一抹，然后放我的合家欢乐板上搓。这件洗完再给我洗4双袜子，最快速度完成啊！我搁你这太阳灯底下烤的，我感觉老的特别快。赶紧用碧欧泉蓝钻淡纹系列紧急补救一下，男生皮肤本来就容易长皱纹显老，还得是上次就帮我和那袋鼠拉近年龄差的蓝钻淡纹精华，硬核紧致，效果嘎嘎好，我的下颌线都清晰不少呢。精华使用前搭配精华水一起使用，就像给那跑车装了双引擎，直接叠加抗老 buff。
另外，这个袋鼠我曾经也在生活中利用过，我把它的粑粑袋放到了我的仙草种植区当化肥，然后1周之后草全黄了。你现在你先别碰我，我感觉你有毒。老苗，你怎么给我衣服洗成这样了？浣熊洗的。媳妇儿啊，民政局这会儿特别忙，咱离婚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我说。我家钢镚好像生病了，以前上楼梯和阳台都如履平地的他，现在平地上都会出现腿脚抽搐站不住的情况。平时总是无精打采的坐在地上，看到我会眼含着泪跳向我，总想跳出笼子看看，甚至拦都拦不住。有时候就像身上长虱子了一样，疯狂的能睡，身体经常发抖，不喝水，疯狂的吃最爱的水果露。我想他可能是想把握住最后的生命，去珍惜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事物。我找了全市最好的宠物医生，终于查明了原因。他妈的，宠物饮水机漏电！操！我又翻车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我那天嘚儿的喝的走在了通往一宠地下室的路上，结果浣熊跑了。每次喂完浣熊都记得关门的我，深知它的出头一定有蹊跷，所以我打开了监控画面，看到了。你挺熟练呢，你呀，自己偷摸练习多少回了？完，鱼缸电线要折了。你等我抓到你的啊！不给你扔电饭缸里头秃溜的你口吐白沫大小便，使劲我自己跳进去。哎，自己主动往电饭缸那跑了，那就别怪我。他这个造型是要咬人。哎，我就不信那个邪。然后我就放下了手机，用双手制服了他，成功的薅他脖领子，给他扔回箱子里头。结果，他咬我，老刘给我干的！哎呀，压的这方面打呀！老高，吃方便把过年送爸妈的四川爱媛果冻橙撕开了。没事儿，咱先把橙子拿一边，防止二次损失。坏的这箱我再重新买。橙子不便宜吧？我还当年货没舍得吃呢，让他抢先了。没事儿，不贵，我在抖音商城好物年货节买的，3箱才不到80块钱，口感 Q 弹，汁水丰富，富含大量维 C， 还没有籽儿。你看，现在点年货节逛抖音商城或者点评论区就可以买了，有一件立减不用凑的活动，还能领大额优惠券。咱们今年过年走亲访友就在抖音商城买年货，超值。我也瞅瞅。养狗真好啊！干活儿，有狗我还怕你啊？俺仨都扎过狂犬疫苗，不行我俩咬你一个，还敢咬我半分排水口？奥利奥，你就那么敢瞅他？咬他呀！嘿，你还不瞅了？赶紧痛快的上，闭嘴咬，给他赶出去就行。前面太残暴了，给后面那5个直接就瞅懵了。我看以后谁还敢咬我？那老话讲了，咬人还得看猪狗呢。来，奥利奥，最后配合一波啊！我给他整出来。OK， 这边我堵住，你先让开，奥利奥，你先起开，让他往那边跑。快，奥利奥，跟紧，快，包你！哎呀，成了，前后夹击，咱俩这配合绝了！你不咬我们可是？从今天开始就记住一句话：见我如见狗。有那么一种蓝环章鱼，让人一看就会爱得死心塌地。前2天渔场给我发了一只新到的蓝环章鱼，这蓝圈也太板正了。到家了啊，兄弟们！哎呀，这分布均匀的小蓝圈，让人看了就想抚摸它那光滑的肚头。赶紧过温过水，然后入缸。哎，跟电鳗混养的鲱鱼咋驼背？电击还有加速鱼衰老的效果吗？哎，算了，一会儿再管。先整蓝环。你说这玩意儿咋就有毒呢？你就这小东西拿出来给它放手上，你咔咔你抓它一下得多过瘾！你再瞅我家这个都没有蓝圈，不知道以为蓝纹奶酪出什么八爪鱼限定皮肤的呢。但是好看的东西也有它的缺点。它比我家那个整整贵了1倍，但是宠物这玩意儿换个色儿就换个价，太常见了。比如说普通的结交手工，它就是比红丽丽便宜好几倍；比如说纯红的角湾，你要吃手机啊，它就是比绿的贵。一只金色浣熊能换3只普通浣熊，最过分的是这玩意儿，原色蓝蛇石龙子3千，金色蓝蛇石龙子3万。所以说颜色决定了价值，甚至是地位，特别是金色。但是金色之上还有一个颜色中的至尊，那就是我拥有的尊贵的财富黑卡。1月22到2月8号上支付宝搜财富黑卡，有机会领财富黑卡特权，每月免费1杯星巴克，全年1200元的加油宝，还有 DFS 全球免税店的大额满减。赶紧往出捞啊！还行，没被电死，不愧是生命力最强的鱼啊！但跟电鳗肯定是没法一块混养了。实在没办法，我给他送到我朋友店里。但是我总想给电鳗找个伴儿，生命力最强不行的话，游速最快呢？买了，一眉道人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灯科鱼里面游的最快的，以电鳗的速度是绝对不可能追得上它。但是往身上撞就不一定了，直接电死了。看来电鳗只能孤独终老了。要么我再买条清道夫扔里试试呢？敢不敢去养科莫多龙？不就一个小小的科莫多龙吗？养它！
老公，咱们今天拍什么呀？摸头剧情。我先去看考拉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你好，我来应聘养科莫多龙。成年的，我以为小的呢。我先科普一下啊，科莫多龙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成年体长甚至接近3米。这玩意儿还拥有抗凝血作用的毒腺，被它咬过的猎物伤口都极难愈合。不过这么强大的生命体，却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导致数量急剧下降，成为濒危物种。我看长隆的科莫多龙宫还在装修，春节来长隆，科莫多龙宫就落地展出了，爬粉们千万别错过啊！今天我都干啥呢？我们今天搞清洁换水。他呀？不，是那边的中龙。啊，那中龙还行，就比他小呗，就。对，小很多。大龙不太好动，中龙会比较活泼一些。可是我刚才看它动了呀。那是不好动的状态。那好动啥样？它们会围着你，有时候会把爪子搭在你身上挠。这爪子挠一下。来，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清洁排泄物。那个我没干过这个活儿，然后就是您能不能给我示范一下子？行。克隆平时是吃腐肉的，所以它们吃的食物油脂会比较多，排泄出来的水要清洗干净一些。啊，这个打扫的时候还得就是说拦着点它会咬拖布是吗？不，它喜欢这个颜色。哦，还挺有少女心的，还。就像这样拖就行，进来拖吧。我呀。啊。没有，我看您拖挺干净的，领导，我就不进去献丑了。那个还有啥别的活没？换水，他把水泡脏了。给他拿起来，然后换吗？对的。是这样的，领导，就是说我吧，这个人我没干过这活啊。首先我不知道得用什么水，完了那个装多少，包括摆放位置等等这些东西，对这个龙的这个一生的影响挺大的。那个您给我示范一下。行。这大哥东北来的吧，这么乐意泡澡吗？领导，这活我来。拿着水管挺辛苦的吧？还行，没事，这个老爷们儿嘛，多干点活没问题。这个完事之后还有啥别的活吗？有啊，要观察每一条的身体状况。检查他们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打架，还要观察每一只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怎么观察呀？就触摸它，看看它有没有跟平时一样活跃。是这样，领导，就是说我近视眼那个1400度，然后我做过手术，应该看不出来。完了，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吧，也不是非常好。我粉丝都说我就是说这个就这块有点啥问题，你知道吧？就说那个到时候进去了给他们传染不好，要么就还是您给打个样啊。行。那个是拉了吗？那个对，那是拉的，进去铲一下。我呀？对啊。那啥，让我看大夫，我先去瞅大夫。